真正高明的骗局，不是让你笃信一个谎言，而是让你开始怀疑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1951年，美国一间大学教室，一个年轻人推门走进来，坐到最后一个空位上，准备参加一场测试。房间里已经坐了7个人，桌上放着2张卡片，左边1条标准线段，右边3条对比线段 A、B、C。 问题很简单，找出右边哪条跟左边一样长，答案一目了然， C 太短， A 太长， B 一模一样。房间里的人开始轮流回答，前面坐着的7个人都不假思索地说 A。 年轻人愣了一下，明明不对啊。轮到他时，他看了一眼卡片，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他不知道的是，前面那7个人全是安排好的演员，这是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的从众实验，最终结果让人震惊。75%的受试者放弃了自己亲眼所见，跟随一群人说出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不是因为看不清，仅仅是因为房间里所有人都在说另一个答案。如果7个人就能让你怀疑自己的眼睛，那么700万人呢？如果换成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你的生活方式呢？1945年，比这个实验早6年，一个英国人就用一本薄薄的童话把答案写明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动物农庄》，作者乔治·奥威尔。这本书告诉我们，高明的洗脑术不需要蒙住你的眼睛，只需要让你身边所有人都在说同一个错误的答案。现在，我们就翻开这本童话，一步一步看清一群人，或者一整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心甘情愿地被奴役的。一个常识需要被推翻，人到底是怎么被洗脑的？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靠谎言轰炸，靠暴力威胁，靠封锁信息，再加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在幕后操盘。你看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把谎言重复1000遍变成真理。你看邪教的标准操作，没收手机，隔离亲友，剥夺睡眠。所以结论水到渠成，只要我保持警觉，独立思考，就不会上当。这话听着滴水不漏，对吧？但这本童话故事会把结论完全推翻。故事开始，一群农庄动物受够了人类农场主琼斯的压榨，发动革命把他赶走了。动物们翻身做主人，在谷仓墙上刷了7条戒律。最核心的一条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猪是最聪明的，自然成了领导层。2头公猪最突出，一头叫雪球，口才好，有理想，爱画蓝图。另一头叫拿破仑，沉默寡言但目光深沉，喜欢暗地规划。农庄里还有一匹马叫拳击手，他是全农庄力气最大，干活最拼的。凌晨，整个农庄还是黑的，只有一个身影已经走向采石场。拳击手低着头，拖着昨天没搬完的巨石，因为他相信今天多搬一点，动物们就能早点过上幸福生活。他不知道，他正在替别人建自己的牢房。按照我们刚才那套防骗逻辑，只要动物们看住坏猪，识破谎言，悲剧就不会发生，对吧？可接下来农庄里发生的事情，会把这套逻辑一条一条打碎。洗脑的第一步，不是蒙住你的眼睛，而是偷走你的词汇。农庄最诡异的一件事是，真相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封锁。动物们亲眼看见牛奶消失了，亲眼看见猪搬进了农舍里的人类大床，7戒就刷在谷仓墙上，真相从头到尾都在裸奔。但没有一只动物站出来把我们被骗了这句话说出来。为什么？因为洗脑真正的第一步，不是蒙住你的眼睛，而是偷走你的词汇。7戒是怎么变质的？不是一夜之间涂掉重写，而是悄悄加几个字。不可睡床变成不可睡铺床单的床，不可杀同类变成不可无故杀同类。最后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后面多了半句。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每次只改几个字，规则的壳还在，里面的东西已经被调包了。而猪的宣传大臣尖嗓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他从来不正面反驳你的观点，他直接修改你的问题。牛奶被猪独占了，动物问为什么，他不说因为我们想吃独食，他说同志们，这是科学研究证明猪的营养需求，你们不会想让农场主琼斯回来吧？他把特权重新命名为必要的营养，把独裁换成果断的领导，把所有的质疑统统塞进一个恐吓句式。你想让琼斯回来吗？他不需要反驳你，他只需要没收你用来提问的那些词。语言学上有个假说叫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讲的是你的语言边界就是你思想的边界。一个人的词汇量决定了他能想多远，谁拿走了命名的权利，谁就控制了你思考的方向。
奥威尔后来在另一本小说《1984》里把这件事推到了极致。那个集权政府编了一套叫新语的字典，而且字典越编越薄，因为每消灭一个词就等于消灭了一种思想的可能性。比如那匹马拳击手，忠厚老实一身蛮力，但识字只学到了字母 D， 他跟不上任何辩论，所以他给自己造了2句万能的话：我要更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是对的。先记住他这2句口头禅，到后面你会明白这2句话有多致命。他们夺走你的词汇，是为了让你连痛苦都无法命名。先别急着笑动物，想想我们自己的世界，裁员什么时候开始叫组织优化，加班什么时候被重新包装成奋斗，割韭菜又是什么时候换了一身叫财富自由机会的衣服。我们的词典也早就被人动过手脚了。语言被动了手术之后，为什么动物们不反抗？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该反抗的时刻。奴役从不开发布会，他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我们可以用4次沉默来倒数农庄走向奴役的过程。第一次沉默，牛奶和苹果事件。革命成功的第一天，5桶牛奶就不见了。不久之后，农庄里的苹果也被正式宣布归猪专用。理由呢？尖嗓说，同志们，猪是脑力劳动者，需要特殊营养来维持管理工作。你们不会想让琼斯回来吧？动物们彼此看看，嘟囔了几句，但最终还是算了。就那么点牛奶和苹果，翻脸不值得。拳击手说，我要更努力。于是底线测试成功，第1环链条扣上了。第2次沉默，周日辩论被取消。农庄原本每周日举行全体辩论大会，所有动物都可以发言投票。拿破仑突然宣布辩论取消，以后所有决策由猪的特别委员会做主。有4只年轻的小猪站起来抗议，话还没说完，拿破仑身边的9只大狗就低声吼了起来。羊群条件反射般齐声高唱4条腿好，2条腿坏，抗议声就这么被淹没了，程序被收走了。第2环，链条扣上了。第3次沉默，雪球被驱逐。在一次集会上，9只獒犬突然扑向雪球，把它永远赶出了农庄。这9只狗哪里来的？就是拿破仑当年顺带拿去教育的那几只小奶狗。动物们吓坏了，但很快就接受了新的说法。雪球从头到尾都是叛徒。回想一下，那9只小狗被带走的时候，没有任何动物提出过一句异议。拳击手说，拿破仑同志一定有理由。第3次沉默的种子在第1次沉默的时候就种下了。第4次沉默，血色集会，拿破仑召集全体动物，让狗当场咬死了自愿招供的4头猪和几只母鸡。谷仓前尸体堆积，空气里飘着血腥味儿，而墙上的那条戒律已经悄悄多了2个字：不可无故杀同类。拳击手只是说了一句，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心理学上有个经典发现叫登门槛效应，一个人一旦答应了一个小要求，就很难拒绝后面更大的要求。每一次让步的金额都小到让你觉得反抗才是小题大做，而一次次的算了加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锁链。没有人在第1天就被带上锁链，锁链是一环一环以礼物的名义送来的。这跟我们的生活离得远吗？手机 APP 的权限一项一项收出去，个人信息一点一点交出去，加班从偶尔帮个忙变成行业惯例。我们每个人口袋里都躺着几份签了字的分期合同。到目前为止，恐惧可以解释动物们为什么不反抗，但它解释不了另一件事，为什么他们不只是不跑，还越干越起劲。风车塌了2次，口粮减了又减，出工率反而更高。恐惧只能让人不逃跑，但不能让人主动冲锋。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呢？答案就在那匹马拳击手身上。他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比所有动物都早到工地。风车被暴风雨吹倒了，他一个人去采石场拖巨石重建。他的蹄子裂开了，鲜血渗进泥土里，他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尖嗓把他树为全农庄的劳动榜样，到处宣传他的事迹。可这份荣耀有一个残酷的副作用，拳击手的存在让所有其他动物的辛苦都显得还不够。历史上有个一模一样的操作。1930年代，苏联搞了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找出超额完成指标的劳动模范，让全国学习。真正的功能不是奖励劳动者，而是把所有人的定额线往上抬。拳击手就是动物农庄里的斯达汉诺夫，而且配套工程一应俱全。首先是赞美，这是榜样光环，让你舍不得放下身段。其次是忙碌，永远有下一座风车等你建。
让你累到没力气抬头；第三是远期支票，一块承诺中的退休牧场，让你舍不得走。庄子2000多年前就把这件事说透了：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忙了一辈子看不见成果，累得半死却不知道自己在奔向哪里，让你忙到没有力气思考，本身就是统治术的一部分。而血色集会那天晚上，拳击手的表现尤其让人心碎。他是全场唯一说出疑问的动物。他说：“我不理解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农庄。”但下一秒他自己就把这个疑问按了回去。他的答案是：一定是我们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我要更努力工作。然后他真的转身走向了采石场。有一种勤奋，不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淹死自己脑子里那个不敢面对的问题。权力最爱的不是坏人，是不问方向的好人。榜样光环，永远做不完的项目，画在远方的大饼，我们有多少人就是在这3件套里一天天耗下去的。能者多劳的真相往往是，多劳的奖励就是更多的劳。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场景是整本动物农庄里最震撼的一幕。血色集会之后，谷仓前的尸体被清理掉了，幸存的动物们挤在一起，慢慢走上小山坡。老马三叶草站在坡顶，望着远处的农庄，眼里含着泪。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唱起了英格兰之兽那首革命之歌，不是怒吼，不是咒骂，是深情的、悲伤的吟唱。而三叶草心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猪做错了，而是一定是我们自己哪里理解错了。请把这一幕多看一遍，亲眼目睹屠杀之后，受害者含着眼泪歌颂这个体制。这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表达，这是有名字、有实验、可以被复制的心理机制。1973年，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发生劫案，人质被困6天。获救之后，人质拒绝指证绑匪，有人甚至替绑匪筹措律师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由此得名。1974年，美国报业千金帕特里夏被激进组织绑架，2个月后，他持枪帮绑匪去抢银行，抢的还是自家的银行。1978年，琼斯镇918个人排队喝下氰化物饮料，录音里没有尖叫，只有掌声。他们不是被绑来的，很多人自愿放弃工作和房子，追随教主来到丛林。这背后有3层机制。第一层，认知失调。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研究过一个末日邪教团体，教主预言的世界末日没有来，信徒不但没有醒悟，反而信得更虔诚了。为什么？因为承认被骗的代价太高了，等于承认自己前半生的选择全是错的。大脑宁可改写现实，也不肯结算这笔账。第二层，沉没成本。风车塌了再建，建了再塌，投入越多越不敢承认方向错了。骗局最坚固的围墙从来不是铁丝网，而是受害者已经付出的代价。第三层，系统正当化。心理学家乔斯特发现了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地位越低的群体，有时候反而越倾向替现有体制辩护。为什么？因为比起体制不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道理这个念头更让人崩溃。人可以忍受苦难，但无法忍受苦难毫无道理，所以他们替苦难编出道理，顺便替施加苦难的人辩护。再看小说的结尾，新一代动物出生在农庄制度下，对琼斯时代一无所知，反过来嘲笑那些总是怀旧的老动物。那9只当年被带走的小狗呢？长大之后咬死的是自己的同类。集权从来不缺狱卒，因为他会从囚犯里面招聘。现实中，烂工作舍不得辞，商人的关系舍不得断，明知被骗的投资反而加仓。再坚持一下，有时候不是希望，是我们在拼命保护我没有错这个更贵的东西。打开牢笼的钥匙一直在你手里，只是承认这一点比坐牢更疼。拳击手倒下了，在拖石头的路上，他的肺出了问题，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他不慌，因为尖嗓宣布拿破仑同志特别批准派车送拳击手去镇上的动物医院治疗，费用农庄全出。拳击手躺在草地上等车，心里想的还是等病好了要赶回来见风车。车来的那天，动物们围上来送别，一切看起来都很温暖。直到一个声音突然炸裂了。本杰明，那头一辈子冷漠旁观，什么都看透却什么都不说的老驴，此刻狂奔而来，用尽全力嘶喊着念出车厢上的字：屠马场。他们要把拳击手送去屠马场。动物们拼命追着车跑，对车厢喊叫。拳击手在里面听见了，开始用蹄子踢门，
那个曾经一提就能踹碎木板的力气，现在只剩下微弱的敲击声。车越开越远，提声越来越轻，直到完全消失。3天后，尖嗓含着眼泪向全农庄宣布，拳击手在医院安详去世。临终遗言是拿破仑同志永远是对的。不久之后，猪的餐桌上出现了一箱威士忌，没有动物敢去算那笔账。买酒的钱正是屠马场付的费用，买拳击手尸体的费用。拳击手到死都以为自己在去疗养的路上，而出卖他的正是他用一生守护的东西。他那2句座右铭，第1句耗尽了他的身体，第2句没收了他的怀疑。看到这里，我们大概都恨透了拿破仑，但我想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当初掌权的不是拿破仑，而是那个有理想有蓝图的雪球，结局会不一样吗？回去翻原著，有3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第一，牛奶和苹果归猪专享的时候，雪球在场，而且他同意了。第二，猪是脑力劳动者，理应享受特殊待遇，这套逻辑，雪球是最早的论述者之一。第三，雪球热衷搞各种委员会和宏大的风车工程，但从来没有打算让普通动物真正参与决策。换句话说，腐化的种子不是拿破仑带来的，是那套结构本身长出来的。斯坦福大学的金巴多做过一个著名的监狱实验，把一群普通大学生随机分成狱卒和囚犯2组，才6天，扮演狱卒的学生就开始对同学施加精神虐待。这些人不是坏人，是那个位置和那套规则让身上某些东西破土而出。金巴多的结论是，别问谁是坏苹果，要问谁造了那个坏筒子。社会学家米歇尔斯提出过一条规律，叫寡头铁律，任何组织不管出发点多民主，都会走向少数人垄断权力，因为管理本身就会制造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就会变成权力不对称。现在从头串一遍农庄的整条链条，这里面哪一环需要拿破仑是天生的恶魔？一环都不需要。把任何一头普通的猪放进那个位置，大概率都会走到同一个终点。权力不会腐化人，权力只是撤掉了惩罚和监督，让人身上原本就有的东西自由生长。回过头看，动物们其实有过3次踩刹车的机会。牛奶消失的时候追问到底，这是信息透明；辩论被取消的时候拒绝散会，这是程序正义；小狗被带走的时候集体反对，这是暴力机器的不可私有。3个刹车全被同一句话松开了，相信领袖就好。哲学家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提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向：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谁应该来统治我们，而是我们如何设计制度，让坏的统治者无法造成太大的伤害。这个转向对我们来说尤其值得咀嚼。历史永远在明君和昏君之间打转，永远在盼忠臣，恨奸臣，但只问谁是好的社会，只会永远在失望中轮回。问如何看住任何人的社会，才第一次拥有了刹车。奥威尔把动物农庄叫做童话，但这个童话不只是讲给儿童听的。70多年来，这本书检测的从来不是猪，也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政权，它是一张体检表，检测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群组，也包括一个人的心。很多人读完《动物农庄》就开始不停寻找现实中对应的拿破仑，但奥威尔真正担心的从来不是某一头猪，他担心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农庄里的羊，拳击手甚至变成另一头猪。因为《动物农庄》真正讨论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人性。它不会随着某个朝代结束，也不会随着某个领袖离开，它会不断换一种语言，换一面旗帜，换一句口号，再一次出现。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猪的良心上，要把绳子拴在猪的权利上。而在轮到你回答的那一刻，请记得，答案是 B。